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全球的科技行业便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寒冬。从最初的半导体供应短缺，到随之而来的整体芯片供不应求，直到今日，各行各业都还在承受着全球性的芯片短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除了各大科技巨头公司受到了空前的影响之外，在世界各地的广大消费者群体也在近期开始感受到了全球芯片供需失衡给他们带来的更加具体且实际的影响。那么问题来了，这场席卷了高科技行业的风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天灾还是人祸呢？世界芯片短缺的源头又在哪里？这场历史已久的风暴又要如何才能平息呢？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详细的说说全球芯片短缺这件事。首先咱们先来研究一下这场风暴的起因。众所周知呢，在2019年5月时，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突然宣布会在同年的9月15日起将华为列入美国重点制裁的实体清单中，限制其一切的原材料和芯片的供应及相关技术指导。当时新闻一发出，便引起了国内手机科技行业的巨大震荡，也掀起了国内民众前所未有的爱国活动。一时间，支持华为、抵制苹果的口号响彻了大街小巷。出门不带一部华为手机，就会立刻被扣上一顶不爱国的帽子。而突然受到了美国限制令的华为开始感受到了空前的危机。除了一边举全公司之力大力自主研发独立芯片以外，华为还不得不赶在9月份美国限制令正式生效前，大量的采购以芯片为主的各类元器件及材料。根据华为公布的数据，2019年度华为共计投入了高达1674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来增加其芯片和各类其他相关零部件的储备，同比增长73%。而在华为采购的这些芯片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台积电公司生产的5纳米芯片。突然产生的大量来自华为的订单，也占据了台积电5纳米工艺生产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使得一时间市场上5纳米手机芯片的单价水涨船高。事实上，早自2019年年初开始，除了华为以外，国内各大手机厂商也一路高歌，突飞猛进。以小米和 OPPO 为首的手机科技公司为了抢夺市场占有率，早就开始了手机芯片的抢夺战，使得芯片供应链的压力日渐增大。这还不算完，除了手机行业以外，全球的汽车行业也早早的就进入到了这场芯片的争夺战当中。近年来，汽车行业在车内科技配备上也都有飞速的进步，特别是车内的中控屏幕和安全系统方面越来越智能化。这也使得汽车行业开始需要大量的内置芯片来支撑这些新配备的科技装备。此外，新能源汽车这2年的蓬勃发展，也使得不少新兴汽车厂商对于芯片有了相比于传统车更大的依赖性。然而，不好的消息却接踵而至。在美国公布对于华为的限制令之后，2020年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将中国的中芯国际列入到了其限制计划的实体清单中。根据最新的规定，在没有经过美国许可时，中芯国际将无法获得任何来自于美国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支持。可能很多观众对于这家中芯科技并不太了解，这家国产科技公司是全球最核心的几家8英寸晶圆生产公司之一。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芯片，其实都是从各种尺寸上的晶圆上面切割下来的。可以说，晶圆就是芯片的原材料，对于芯片的供应和生产至关重要。而8英寸大小的晶圆是各类车载芯片最理想的切割原料。美国这时发布对于中芯科技的限制令，可以说对全球汽车厂商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据统计，自2020年第4季度开始，多家汽车厂商相继爆出了由于芯片供应不足而导致的新车产能不足的消息。2021年起，
大众、福特、丰田等汽车行业巨头公司也不得不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减产的新闻。在这种全球产能本来就不足的大环境下，新冠疫情的出现又添了把柴，让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由于疫情大量快速的扩散，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政策，限制工作场所的人员聚集数量，这也就使得能够同时在生产线上工作的人员数量减少了不少，产能进一步降低。那么全球芯片的短缺情况也就进一步的恶化了。据了解，今年6月时，全球各大芯片生产商的预计交货日期已经延长到了18周，而在7月时，由于全球疫情的反弹，这一时间再度被延长。根据国内著名的 IC 分销平台茂泽电子的数据，目前平台上多数半导体产品都处在缺货状态，而部分产品的交货期甚至达到了69周，并且伴随着大约30%的涨价幅度。那么接下来，对于消费者而言，厂商的芯片供应链问题也开始逐渐在消费端凸显出来。就拿去年11月发售的索尼游戏主机 PS5 来说，当时一发售就出现了全网全平台售罄的情况。然而到了现在， PS5 依旧是一机难求。据资料显示，这一代 PS5 所搭载的图形处理器是由美国 AMD 公司设计并委托台积电公司生产的，而台积电又是芯片订单积压延迟最严重的厂商之一。可想而知， PS5 的缺货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得到有效的改善的。我太难了。除此之外，家用车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美国，由于新车普遍产能不足，不少 4S 店的停车场内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台新车而已。我所在城市的一家奔驰 4S 店，上周停车场内一台新车都没有，只有展厅内的3台展车可供销售而已。这样的景象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新车的短缺也导致了二手车市场疯狂溢价，不少二手车行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涨价幅度能达到30%以上，而且即使这样，各类二手车也都还是供不应求。那么最后，对于何时才能终结现在的这种因为芯片短缺而给社会各界带来的影响，各大芯片公司的老总们也给出了自己的预期。美光存储的总裁梅罗特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今年，半导体和芯片的全面短缺依旧会是一种行业的常态，预计在2022年时会有改善。台积电对此也有同样的预期。而英特尔公司的 CEO 吉尔辛格则表示，由于需求的飙升和产能的降低，受到重创的汽车行业和科技公司若想缓和其芯片供应短缺问题，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那么你对于目前芯片行业的这种反常现象有什么看法和预期呢？欢迎在视频下方随时留言告诉我。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点赞、转发、留言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